豆瓣7.9分的动作爽片有多爽？今天推荐的电影是2022年新电影《子弹列车》，由布拉德·皮特主演。没错，就是名震天下的电影《活埋》的主角。《子弹列车》在北美上映3周，就狂揽2亿3千万美元的票房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该片有多爽。我们男主皮特是一名杀手，别看他是63年出生的，身手还是很矫健。不过皮特是杀手界的衰神，别的杀手做事干净利落，皮特执行任务状况百出，不是搞错对象就是找错人。好不容易完成任务拿到酬金，就一个的死开车撞到路人，还没捂热的钱就这样进了医院的口袋。这天皮特接到一个新任务，只要去火车上偷一个手提箱，到站后交给接应的人。皮特没想到任务如此简单，拿着一瓶迷药就上了车。根据情报，皮特很快就找到手提箱。为了防止出意外，皮特拿着手提箱站在门口，准备到站就下车，因为这是一辆急速列车，停站时间只有1分钟。但事情远没有皮特想的那么简单。很快箱子的主人发现手提箱不见了，这是杀手界有名的双胞胎杀手老白和老黑。不得不说这妈也太会生了，就这肤色怎么看都不像双胞胎。老白和老黑此次的任务是护送黑老大丧彪的儿子和手提箱到东京。老白这边正跟丧彪的儿子说教，突然发现箱子不在身边，一问才知道箱子被统一放在货架了。老白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然能放在货架上。两人前往查看，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，于是满车厢寻找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糟的事情等着他们。丧彪的儿子死了，死相惨烈，老黑顿感不妙。要知道雇佣他们的是日本最有势力的黑老大，光手下的小弟就上1000人，这下完犊子了。另一边，杀手村木为了给儿子治病，也上了这趟列车执行任务。只是他没想到，他的任务目标是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姑娘小美。小美是丧彪的女儿，只因为是女儿身一直不受父亲待见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他也上了这趟车。村木误以为搞错对象，收起枪，不料小美反杀电晕了过去。等村木醒来后，小美把玩着他的手枪，还将其松绑，将枪递了过去。就在观众被他这举动整蒙圈时，小美丢出一个炸弹。他在村木儿子病房前安排了手下，这下村木举着枪也下不去手了。不过他得知了另一个重要信息，原来小美正是村木背后的金主。他将村木引上车的目的是杀了丧彪，而皮特这边拿到箱子到站准备下车，没想到遇到身穿白衣的男子小白，一上来就给皮特一个大刀子。原来他是来复仇的。几天前他举办婚礼，未曾想自己的妻子、亲朋友好都死于非命。恰巧那天皮特也在婚礼现场执行任务，小白误以为是皮特搞的鬼，要为全家报仇。只是没想小白一招小李飞刀非但没有砸中皮特，还被反弹回来的匕首刺中，当场下线。皮特因为这场战斗错过了下车时间，只能将小白的尸体伪装成醉酒身亡。与此同时，黑白双胞胎也正对着丧彪的儿子进行伪装，戴上眼罩假装是睡着的样子。紧接着皮特拿着手提箱往车厢里走去，不料遇到了老黑。皮特一眼就认出了老黑，他们是死对头，曾为了一个任务大打出手。皮特为了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，转身就要往另一个车厢走去，不料撞上一个萌萌哒的木偶人。只是这木偶人不像表面那么可爱，说是迟那是快，将皮特手里的箱子抢走了。还好皮特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把将箱子夺了回去。不过也是因为这一耽搁，又错过了下车的时间。而寻找箱子的老白正好也路过这节车厢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皮特将箱子放在就近的行李架上，正找个位置休息时，又遇到了老黑。老黑一眼认出皮特，以为是皮特下手杀了丧彪的儿子，而皮特以为是傻不拉几的小白。两人就在车厢里展开了一场紧张刺激的搏斗。老黑很快就落入下风，被皮特一拳打晕。皮特趁这个空档在老黑的水里下了迷药，然后拿走老黑的手机，解开了密码，看了老黑手机的短信，他顿感事情不妙。再加上丧彪儿子的死法与小白妻子的死法一样，看样子这趟列车上除了他们几个，还有一个隐藏的杀手。难道他卷入了一场可怕阴谋中吗？另一边，老白通过小美得知了手提箱是被皮特偷走了，他立马找老黑会合，才发现老黑被人打晕了。这时丧彪打来电话，要求在下一站验货，但是箱子被偷，人也被打死了，拿什么交货？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假装。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搞笑一幕：老白下车交易，老黑则在车上操控丧彪的儿子。兄弟俩这次侥幸逃过一劫。接着两人继续在车厢里寻找皮特的下落。老白通过老黑的手机定位，很快就在厕所里找到了皮特。此时的皮特正和上级汇报工作，并将丧彪的儿子怪异的死法一一汇报。这时上级说出了隐藏杀手的代号，他曾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一名外科医生，而小白婚礼上亲朋好友都死于他之手。
黑白双胞胎与皮特一会面，一场恶战一触即发。正当老白与皮特打斗得如火如荼之际，皮特不小心打开了车门，两人被飓风吹了出去。如果不是那条安全带，两人就要这样狗带了。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在他们恶斗的时间里，小美与村木拿走了手提箱，并在里面安装了炸弹，还顺手将手枪也改装了，再将其放回原位。不得不吐槽一下，日本的火车是啥东西都能带的吗？老白这边眼见打不过皮特，于是商量着让皮特帮忙，等下一战协助他躲过丧彪的检验。没想到皮特竟然同意了。到站时，老白带着皮特下车，带头的对接人要求查看箱里的东西。皮特借口没有密码，只是没想到荒诞的一幕又发生了，他不小心触到密码，又恰巧猛对了，女人的小粉红衣渐渐掉下，这下尴尬了，吓得皮特赶紧冲上车，所幸车门关得及时，皮特还顺势将老白踹下车，毕竟这样可以少一个对手。但老白伸手了得抓住了火车的尾巴，顶着强大的气流，赤手空拳在火车打出一个窟窿，又进了车厢。而老黑这边也没闲着，正在寻找箱子下落的他，意外听到小美与村木的对话，猜出两人与箱子有关，于是拿出武器威胁两人。小美戏精上线，一脸委屈地表示自己是被村木挟持的。老黑啪啪就往村木身上开了一枪，正当对着小美时，头一晕倒下了。原来他离开的时候喝下了皮特下药的水。小美可不手软，拿起老黑的枪，对着老黑就是砰砰砰。皮特回到车厢后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从小白口袋中找出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个女人的照片，正是开头说的隐藏的杀手大黄蜂。好巧不巧，大黄蜂伪装成列车员，正好来到皮特眼前，两人就这样赤手空拳展开激烈的搏斗。接着大黄蜂使出杀手锏，拿起了毒针，正好扎在皮特的手上。皮特也不甘示弱，拔起毒针往大黄蜂脖子上一插，大黄蜂顿感不妙，赶紧掏出解药。不过被眼疾手快的皮特一把抢走，插进自己的身体，大黄蜂就这样被自己的毒药毒死了。其实皮特早就跟大黄蜂交过手，他就是前小时遇到的那个木偶人。皮特看着几人的尸体，越发觉得诡异，这么多杀手齐聚这趟列车，一定是有什么阴谋。另一边，老白回到车厢后，在厕所里找到老黑，看到口袋的老黑，老白发誓要为兄弟复仇。他以为是皮特搞的鬼，却在途中遇到了小美。通过交谈中，老白确定小美是幕后黑手，准备杀了她报仇了事。谁曾想皮特正好赶来，误以为老白要对小美图不轨之事。两人在拉扯中，老白手中的枪走火，老白不幸被打中野狗带了。而他以为死去的老黑其实并没有死，他身穿防弹衣，只是被迷药迷晕了。紧接着，这趟列车终于到了终点站了。皮特带着手提箱下了车，车外挤满了黑帮成员。丧彪看着皮特居然活了下来，非常不满。原来车上的杀手都是他安排的。他要为死去的妻子报仇。原来他的妻子发生了一场车祸，肇事者正是皮特。本来他的妻子有机会活下来的，没料到为妻子主刀的外科医生莫名死亡了，就是那个大黄蜂的手笔。丧彪持枪要结果了皮特，只是没想到丧彪的手下手残打开了小提箱，随着一声爆炸声，几人被炸进了车厢里。火车不知为何又启动向前开去。先前昏迷的村上也苏醒过来，他看到丧彪出现了列车里，于是展开了厮杀。原来曾经的黑帮是属于村上一家的，丧彪狼子野心夺权篡位。正当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，皮特正想办法让列车停下来，只是他刚找到说明书就被飓风吹走了，列车就这样撞上迎面而来的列车，而丧彪的人马也正好打到车头，几人危机四伏。老黑为了给皮特争取找到刹车的时间，抱着黑小弟跳下了车，但皮特最终还是没找到刹车，就这样所有人被撞得人仰马翻。所幸皮特撞上了大黄蜂曾用的大木偶，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。正当他稍微喘一口气时，丧彪又提着枪对着他了，他也丝毫没有迟疑，扣下扳机枪想人倒，只是倒下的人是丧彪。原来他那把枪正是被小美动过手脚的枪。紧接着小美又提着枪来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。得知父亲死后，他的目的得逞，这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被他玩得炉火纯青的。可他还没得意多久，一辆路过的货车一把将他撞飞，这下是真狗带了。原来货车司机不是别人，正是跳下车的老黑。跳下车后正好掉入湖中，侥幸活了下来。经历这一系列事情后，皮特决定不再做杀手，准备归隐山林。对了，故事的最后，导演还给我们玩了一把，原来撞死丧彪妻子的不是皮特，而是另一名代号叫瓢虫的杀手。你说讽不讽刺？以上就子弹列车的故事内容，全程精彩刺激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。